国庆节去日本旅游，老公购入一个镶满钻石的 Hello Kitty， 带回家烧香供奉起来。我对香灰过敏，要把玩偶送人。老公夺下玩偶，对我怒吼：“这是我亏欠倩倩的生日礼物，你和一个生死不明的人争什么？”后来突发地震，我被倒塌的衣柜砸到腿，绝望之际，老公折返回来，我求他帮我搬开衣柜，他却抱紧 Kitty， 理所应当，人砸都砸了，也不在乎这一回。绝版玩偶仅此一个，砸碎了，我没法和倩倩交代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被救援人员架到车后座上，刚躺下，陆云洲拉开车门，冷漠说道：“后排是玩偶的座位，你坐副驾驶去。”刚经历死里逃生，我全身乏力，没办法挪动位置。他见我不搭理，扯住我胳膊往外拽。谢！突然陆云洲大喝一声：“你的血滴到玩偶上了，你怎么总是给我添乱？我让你坐副驾驶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”他把气撒在我身上，蛮力地将我往车厢外拖。我受伤的右腿在地上摩擦，粗粝的沙子钻进伤口里，鲜血如注，疼痛让我止不住求助。陆云洲骂骂咧咧：“装什么装？擦破点皮而已，你叫唤什么？真是晦气！”咬住嘴唇的牙齿止不住颤抖。盛怒之下，我头脑异常清醒，坐在副驾驶上。我偷偷给公司总经理回复短信：我接受公司的外派，2周之前，公司安排我出国历练，公司允诺回来后职位连跳3级，工资翻3倍。那时陆云洲生了场大病，我担心他身体，一直在犹豫。现在我真想扇当初的自己2巴掌。到医院交住院押金时，我才发现手机里的钱早已被陆云洲赚走。可去日本旅游之前，账户上明明有30多万，钱呢？我问陆云洲。原计划年底买新房的钱，是我一点一滴攒起来的，你还给我。这30万里面，大部分是我的嫁妆，以及加班加点赚来的辛苦费。和陆云洲结婚时，他没房没车，我们说好了一起努力买房，结果省吃俭用的只有我。陆云洲有些不满：“什么叫你攒的钱？婚后财产我也有支配权，钱买了 Hello Kitty 玩偶了。”他挑眉，咄咄逼人：“怎么，你有意见？”我突然觉得这些年的付出没意思透了。陆云洲见我沉默，他蹬鼻子上脸：“钱和人相比，算什么呢？倩倩生死不明6年了，这是我答应她的30岁生日礼物。做人不能言而无信，这就是你和倩倩的区别。你太市侩了。”可他大概忘记了，结婚5年，他1分钱没往家拿。我的5脏6腑被他这句话烧得生生的疼。我稍微平复之后，缓缓说道：“30万算我借你的，我们离婚吧。”陆云洲一怔，转而紧蹙眉头，烦不胜烦：“张芷柔，你又在扑腾什么幺蛾子？就为了区30万，你要和我离婚？”我看了一眼渗血的右腿，内心无比失望。地震那天，你放弃了我，咱俩的夫妻情分就已经走到头了。陆云洲手背青筋突起，眼眶迸射火光，一字一句问我：“你现在死了吗？”当时情况紧急，我判断你不会出现生命危险，才带走了玩偶。如果它碎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既然你活着，又有什么可计较的？你到底在闹什么？在他眼里，我活了下来，就应对他感恩戴德。我闭上眼，不想与他继续纠缠。突然，陆云洲的手机铃声响起，他扫了一眼号码，紧蹙的眉头迅速舒展，严厉的眼神瞬间温柔。好，我马上过来，等我。能让他整个人变温柔，一定与徐倩倩有关。
这些年，我通过得知徐倩倩当初离开的真相，但碍于陆云洲男人的情面，我不忍戳破这张纸。挂断电话，他迅速变脸，伸出手指着我鼻尖：“我没空和你闹，你自己反省一下。”他甚至没多看我一眼，推门而出。家属缴纳一下住院押金，护士堵住陆云洲。陆云洲音量不高，却字字扎进我心。我没钱，他有钱就治，没钱就回家。腿伤又死不了人。我嘴唇动了动，却什么也说不出。这几年，我早习惯了他的毒舌，但怎么心还会痛呢？他走后，我只好问闺蜜借了1万元补上住院押金。护士用同情的眼光看向我，可是手术需要家属签字。我拿起笔，果断签下我的名字。不用了，我丧偶，心底涌上一股莫名的酸涩，从心口弥漫到喉间。我住院期间，陆云洲一次未出现过。出院那天，闺蜜替我出气，要打电话骂他，还未开口，她不耐烦道：“你别替张芷柔求和，没用。”我不理他，是对他的惩罚。朋友气不过怒吼：“陆云洲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他跟你受尽委屈，你就不怕他回娘家告状？”电话那头的陆云洲嗤笑一声：“娘家？他有娘家吗？”刹那间，我如坠冰窖，周身一阵寒凉。当初徐倩倩消失后，陆云洲一蹶不振。我为了让他振作，日日陪在陆云洲身边。他被我感动，答应了我的追求。父母并不看好他，我便求着陆云洲带我私奔。父亲一气之下病倒，和我公开断绝关系。因为他，我没有娘家了。闺蜜看我神情失落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给我一丝温情。我苦涩地笑了笑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将提前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发至陆云洲的邮箱里。告别朋友后，我回到家收拾东西，意外地发现当初陆云洲送我的金戒指不见了。除此之外，他整天供奉的 Hello Kitty 也消失不见。我心下一沉，徐倩倩躲了这么多年，还是回来了。翻开徐倩倩的朋友圈，1个小时之前，她分享了微信视频，视频里众多朋友给她接风洗尘，她小鸟依人般靠在陆云洲身边，巧笑倩兮。她的正前方摆放着不灵不灵的 Hello Kitty， 她的无名指戴着属于我金戒指。陆云洲送我戒指时，尺寸不合适，我要去改尺寸，是陆云洲拦下我，说喜欢我戴在中指上。原来这本就不属于我的戒指。视频最后，他们在众人的起哄下来了一个法式热吻，他们的笑容刺得我眼疼。司机师傅，去夜色酒吧。我改变了主意，把徐倩倩的视频转发给了应该知道的人。钱我要拿回来，离婚一刻也不能等。酒吧包厢门口，我正要推门，陆云洲打来电话，他咆哮道：“张芷柔，你把离婚协议书发我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我不就是没陪你住院吗？你至于闹这一出？我天天加班很忙。”我挂断电话，破门而入，忙着旧情复燃。热闹的包厢突然落针可闻，陆云洲快步过来，压着声音把我往门外推：“你胡说什么？我和倩倩什么都没有，你要疯回家疯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”我甩开他的手，阴阳怪气：“我的身家性命都搬到这了，哪有什么家？”我眼睛盯着徐倩倩正前面的玩偶，徐倩倩浅浅一笑，掩饰尴尬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我上前指着她怀里的玩偶，掷地有声：“30万的玩偶是陆云洲未经我同意，私自动用我存款买的。徐小姐，要不你把玩偶还给我，要不给我30万。对了，你的戒指也是我的。”徐倩倩脸色阴沉。陆云洲厉声低吼：“张芷柔，东西都是我送倩倩的，
送出去哪有要回的道理？有什么事你冲着我来？你和倩倩发什么脾气？一屋子看热闹的朋友，现在七嘴八舌嘟囔起来，哪来的黄脸婆？谁不知道陆云洲和徐倩倩是一对？好不容易女主角回来了，小三该退出了吧？她和倩倩比，果真云泥之别呀。她的腿有绷带，走路歪歪扭扭，不会是残疾人吧？我顾不得那么多，伸手去抢镶钻玩偶，手刚触碰到玩偶，徐倩倩松手往后倒去，惊吓的大叫：“砰！”玩偶碎成一地渣渣，钻石碎片混合着陶瓷片，直直砸在我受伤的右腿上。顷刻间，钻心的疼痛袭来，我疼得眼泪直流。云洲，是他推的我头好痛。徐倩倩倒打一耙，她倒在陆云洲怀里时，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。陆云洲心疼地抚摸她的头，片刻后，他怒不可遏走向我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你腿伤果然是装的，不然你哪有力气推倒倩倩？你的嫉妒心令人发指，先是故意制造腿伤，然后是离婚博取同情，现在是伤害无辜的人。你说还有什么是你干不出来的？”他慢慢逼近我，猛地一推，我倒在陶瓷碎片里，碎片扎进我手上、腰上和疼痛的腿上。瞬间，我的腿涌出股股鲜血，迅速浸染出一片猩红。我爬起，又跌下，我浑身麻木，失去知觉，太累了。我放弃挣扎，我躺在血泊里，掏出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书，轻飘飘扔在陆云洲的面前。协议书被鲜血浸泡了一半，签上字：“离婚吧。”兴许是血流的太多，那群狐朋友狗友动了恻隐之心，他们小声蛐蛐：“看这架势，腿伤不像是装的，再不送医院，腿就保不住了。女人是拿命来逼云洲离婚，这哪能是假的？铁了心要分开呀！”陆云洲原本犀利的眼神软了下来，透露出一丝心疼。他嘴唇蠕动着，只揉：“我没想到你来真的。”陆云洲扶起我的瞬间，徐倩倩搂住他的腰，眼泪吧嗒掉下来。“云洲，我疼，不要丢下我！”包厢的大门被人一脚踢开，狠厉的声音响彻云霄：“徐倩倩怀着孩子偷人，你怎么敢的？”男人猩红着眼，拳头捏得咯吱响。她是徐倩倩的金主，也是当初徐倩倩消失的根源。说来也巧，3年前闺蜜陪她妈妈去外地就诊，在妇产科门口发现了徐倩倩。当时陪她一起的还有她的父母。闺蜜找人拿到她就诊的信息，原来徐倩倩是来做试管婴儿，并且要求生男孩。闺蜜觉得奇怪，便花了钱暗中跟踪调查徐倩倩。原来徐倩倩早在和陆云洲恋爱时，已勾搭上了已婚男人，成为被圈养的金丝雀。金主调离本市，便提出分手。她为了拴住金主的心，竟悄无声息跟着金主离开。徐倩倩瞒天过海，她父母也帮她欺骗陆云洲。这些操作摆明了为自己留条退路。考虑到陆云洲性格过于偏执，当初我选择将这个消息隐瞒。陆云洲不知情，疯了一样满世界找了他几年，未果。后来徐倩倩为了上位，做了不少小动作。可男人的正妻也不是吃素的，权力和钱财滔天。徐倩倩怀了孕，正妻大闹一场，险些要了她的命，金主便把徐倩倩藏了起来。可我没想到，她竟嚣张到回老家，顺便玩了一把旧情复燃的把戏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将她和陆云洲暧昧的视频发给他的金主。人见自有他人收，金主身边跟着凶神恶煞的彪形大汉，气焰嚣张的酒肉朋友和陆云洲，瞬间偃旗息鼓。金主一把薅过徐倩倩头发，对着她脸左右开弓，
几巴掌下来，徐倩倩脸肿胀如猪头，血液和着鼻涕往下流。杰哥，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我和陆云洲什么都没发生。徐倩倩一个滑跪，扯着男人的衣角求饶。陆云洲脸绿了，金主捏起徐倩倩的下巴，恶狠狠说道：“你当我眼瞎？你怀着我的孩子来找你前任，拿我的钱养男人，你不要命了？”陆云洲再蠢也听懂他的意思，他眉头紧蹙，苦笑地问徐倩倩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徐倩倩忽略陆云洲，转而抱着金主的大腿，声声求饶。金主一脚踢在徐倩倩的肩膀上，啐了一口：“我养的众多女人中，只有你敢给我戴绿帽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”徐倩倩哭着摇头，眼神充满恐惧：“杰哥，我怀着你的儿子呢，怎么可能和别人纠缠？”她扭过身躯，伸手指着陆云洲：“是他对我不死心，拿我最喜欢的 Hello Kitty 讨好我，我是无辜的呀。”陆云洲的脸由白到红，又到白，精彩极了。徐倩倩，当初你离开我，是不是就因为这个男人？他有什么好的？不就有2个臭钱？陆云洲话没说完，被彪形大汉一拳砸到肚子，闷哼一声，飞了1米远。金主眼眶猩红，揪起陆云洲的衣领，对着他的脸就是一拳。我就是有2个臭钱，怎么了？不像你，一把年纪一事无成，靠吃软饭活着，丢尽了男人的脸。陆云洲和我结婚后，我的钱公用，他的钱拿来交朋友。之前他还能自给自足，今年开始，他开始心安理得花我的钱。他好面子，经常请朋友喝酒吃饭，在朋友的恭维里，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。可现在，他在最爱的女人和朋友面前被另一个男人辱骂，他破防了。陆云洲咬紧牙关，拎起一瓶啤酒，冲男人的背后砸过去。刹那间，徐倩倩一把推开了男人，陆云洲的啤酒瓶稳稳砸在徐倩倩的腹部，一声惨叫，徐倩倩腿下流淌大片鲜血，她捂着肚子，有气无力祈求男人，眼泪挂在眼眶上，显得格外可怜。杰哥，现在你能原谅我了吗？李杰头脑很清醒，并不吃这一套。陆云洲的朋友怕是闹大，赶紧呼叫120。李杰怒喝一声：“我看谁敢救他！”这群朋友不敢惹怒金主，一个个顺着墙角溜之大吉。李杰盛怒难遏，拿起保镖手里的棒球棍，对着陆云洲的腿砸过去，一下又一下，疯了一般停不下来，只剩陆云洲绝望的哭喊。李杰一边砸一边骂：“你弄我女人，我断了你的腿，咱俩扯平。”他偏头看了一眼奄奄一息的徐倩倩，满眼嫌弃：“我玩腻了，不管有没有孩子，我都嫌他脏。你喜欢收破烂，那就给你吧，破鞋和臭脚绝配。”话音刚落，李杰捡起碎掉的啤酒瓶碎片，在徐倩倩脸上比划着。徐倩倩吓得往后退，眼神充满恐惧。玻璃片还是划破她的脸，她晕了过去。临走时，李杰吐了一口浓痰在陆云洲脸上后，扬长而去。热闹的包厢如今只剩下我们仨，我简单处理了伤口，一瘸一拐往门口挪去。陆云洲惨白着脸，有气无力求我别走，救倩倩，快！真是一片情深啊。他大概忘了我来找他的目的，只柔：“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对不起。”他竟然流下了鳄鱼的眼泪。你也做过母亲，你怎么忍心眼睁睁看着倩倩失去孩子啊？我的心底隐隐抽痛一下，原来他知道我和他婚后有过孩子，那时他因工作长期驻外，那夜却临时回家陪我吃了顿饭。第2天，我的孩子就意外流了产。至此之后，每一次亲热，他做足了措施。现在想来，流产未必是意外，
或许他根本不想和我有孩子，指甲狠狠嵌入我的肉里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要被他如此对待？离婚太便宜了他，坏人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擦掉眼泪，拨打了120，问陆云洲：徐倩倩骗了你6年，你还爱她？陆云洲头摇得像拨浪鼓，伸出手指发誓：芷柔，以后我们俩好好的。等他好了，我和他一刀两断。救护车来后，我们3被抬上了车里。我偏过头装睡，余光中看见他手紧紧握着徐倩倩的手，在她耳边鼓励她：倩倩，你会没事的，孩子也会没事的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孩子没有爸爸的，我当他的干爹。徐倩倩这才缓缓睁开眼，饱含深情看向他。他们俩还把我当傻子糊弄呢，只可惜陆云洲没有当徐倩倩肚子里孩子爸爸的机会。徐倩倩孩子没保住，陆云洲腿断了，很难再恢复成正常人。只有我比较幸运，只受了皮外伤，清理血迹后好好休养即可。陆云洲住院期间，我告诉他是我衣衫不解陪在他身边，实际上我趁着这段时间拿回我的卡，透支他的信用卡，做了腿部修复训练。他蒙在鼓里，对我感激涕零。芷柔，能娶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点头如捣蒜，端起一碗粥，看他幸福的一口口吃下去。青菜粥很干净，很健康，里面除了大米、蔬菜、鼻屎、浓痰、青虫以外，什么也没加。什么味？咸咸的。我又挖了一勺营养粥，脸上浮起丝丝担忧。一想到你以后会残疾，我就感到心酸。咸咸的是我的眼泪啊！陆云洲瞪大了双眼：你胡说什么？谁说我要残疾了？医生说只要用进口材料，我的腿就能治好的。医生说的是用了进口材料有恢复的概率。我一声叹息，可是咱家没钱了，能怎么办呢？而且徐倩倩家狮子大开口，问你要50万赔偿，我们没有啊。昨天我拿了一束鲜花去看望徐倩倩，她昏迷未醒，但她父母都在。我假惺惺代替陆云洲表达歉意，并暗示陆云洲愿意赔偿。算算时间，这会应该是徐倩倩清醒的时候了。陆云洲脸色一沉，陷入沉思。他肯定不信，可我得让他相信。倩倩应该醒了，她孩子没了，一定很难受。我去看看她。陆云洲坐着轮椅，刚到门口，便听见徐倩倩一家3口的对话。徐爸爸，倩倩，你的孩子是陆云洲弄掉的，这是他有责任。徐妈妈，对呀，倩倩，咱要50万好呢，还是100万？徐倩倩一言不发，眼泪肆意横流。孩子都没了，要钱有什么用？徐妈妈大呛：你傻了呀？孩子没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跟着李杰你也没攒下钱，我看不如趁这个机会让陆云洲对你下辈子负责，岂不更好？我不禁喟叹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陆云洲眸光冷冽，转身推着轮椅离开。轮椅上的标签刺进他手心，他没有任何反应。看来这一次陆云洲是真的失恋了呢。徐倩倩怎么能这样？你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，他怎么好意思所求无度呢？更何况你也不是故意的。徐倩倩真不识好歹，谁能想到她竟然去帮那个男人？嗨，瞎了你那30万啊！我气鼓鼓指责徐倩倩。陆云洲的脸气得更白了，他自己给自己打气，这笔钱我一定能要回来。他转念一想，又将主意打到我头上。芷柔，你能和朋友同事借点钱吗？我不想残疾。我掏出手机，来回翻看通讯录。他又补充说道：今天一早，我收到了公司的辞退邮件，那个破工作不干也罢，咱俩是一家人，
你不会抛弃我的吧？我灵光乍现，转转眼珠，我那么爱你，怎么可能抛弃你呢？现在倒是有挣钱的办法，可是需要托人打点。我把公司选拔人员外派的通知给他看，刻意隐瞒了公司安排我出国的决定。陆云洲看到工资翻3倍，眼睛都亮了。去一趟国外，回来就能年薪50万了。我肯定地点点头。老公，我想清楚了，在国外吃住公司花不了钱，我把钱都给你，你攒起来，我们买大房子。陆云洲来了劲，拍拍自己胸脯，没问题，打点费我去想办法。30万够吗？够的，得尽快呀。很多人竞争呢。他咬咬牙，我这腿以后再治，你的事业要紧，我鼎力支持。陆云洲果然说到做到，他第2天主动办理了出院手续。我问他需不需要和徐倩倩告别，他冷哼一声，当了他这么久的舔狗，屎吃得够够的了，我们马上搬家，不然惹得自己一身骚。我的内心一阵唏嘘，男人啊，得不到的时候是白月光，等白月光跌下神坛时，他弃之如敝。人性经不起考验。陆云洲出院后和亲戚朋友借钱，大家看到他残疾，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。他实在没办法，开始浏览网络借贷的消息。芷柔，要不先用你的名义借网络贷款？他试探性问道。可是出国之前，公司会调查我的个人信用的。我助攻。老公，要不我就放弃这个机会吧，咱们摆摊送外卖，天无绝人之路。那可不行，我怎么舍得你和我一起吃苦呢？陆云洲当天晚上就用自己的名义贷了30万，他转账给我时特别注明自愿赠与。他在家借钱的这几天，我已经办理好出国的手续。下班回家时，刚到门口，徐倩倩和她父母找上我家。徐倩倩行销鼓励，和之前明艳的模样判若两人。徐父趾高气昂提出要求：陆云洲，你伤害了倩倩，怎么拍拍屁股走人了呢？倩倩身子亏大了，你总得给赔偿。陆云洲拿起杯子往地上砸了过去。什么赔偿？伤害你女儿的是李杰，我还得找他算账呢。你们别想赖在我身上。徐父见他暴怒，他掏出手机要报警。既然你赖账，那我让警察评评理，把你关进去，让你留下案底。陆云洲胆小怕事，这句话把他吓得不敢吱声。徐倩倩在一旁小声哭泣。陆云洲眼睛挑在她身上，轻蹙起眉头，这是心疼了呀。徐倩倩感受到他的目光，从包里拿出几个信封，又拿出打火机，点燃信封的一角，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。我也不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人，这6年，每次我想念你时，就想回来找你，可是我不敢。李杰这个人心狠手辣，最后我只能把对你的思念写进信封里。我怀了李杰的孩子，本可以去云南过悠闲的生活，可我得知你为我花了30万买了我最爱的玩偶。我想，人就活这辈子，我要和最爱的人在一起，所以我回来了。陆云洲的眼角湿润了，他一把夺过信封，用脚踩灭火星，掏出信纸，边看边流泪。徐倩倩哭得撕心裂肺。你以为我在乎你的那点赔偿？我要的是你的人。你既然不爱我了，就当我白来这一趟。徐妈妈眼咕噜一转，云洲，你心里还有倩倩，不如你离了婚，和倩倩在一起吧。赔偿我们就不要了，只要你答应，一切都好谈。徐倩倩捂着肚子，脸色惨白，她的眼泪滴答掉在地板上，气若游丝说道：爸妈，我们走，就当我爱错了人。陆云洲破防了，他冲过去搂住徐倩倩，瞬间泪流满面。倩倩，我爱你，你说的没错，人短暂一生，就得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我不要再和你错过了。
两人哭成一团。最后他们临走时，徐父拿出一张卡递给陆云洲，这是我们给倩倩准备的嫁妆，别的我没要求，就希望你能给我女儿准备盛大的婚礼，该有的环节一点都不能少，彩礼你看着给，别低于20万就行。陆云洲犹豫一瞬，拿了卡点点头。徐倩倩一家来这一出，在我意料之中。当时我去看徐倩倩，就和她父母透露，陆云洲工资高，发展前途广，工作稳定。他们一家仔细琢磨后，更把陆云洲当作黄金备胎。更何况我们住的房子是市中心高档楼盘，他们当然不知道我们的房子是租的。等他们一家三口走后，我堆起笑脸，推开了门。芷柔，出国名额定下来了吗？陆云洲凑过来，给我递来一杯水。还没有呢，钱可能还不太够。他拿出一张卡递给我，这里面有10万块，再努力一把。我伸手拿卡的瞬间，他紧紧捏住卡片，缓缓提出要求：芷柔，我们离婚吧。你听我说，不是真离，你出国至少2、3年，这40万都是我网贷来的，到时候债主追上门，债务我一人扛着就够了，不能牵扯到你。他盯着我看，又补充说道：但是这个钱还是需要你来还，之前你说的工资给我，还算数吗？我点头如捣蒜。他松了口气，那就好办，等你回来，债务也还清了，我们就复婚。我在心里翻了800个白眼，渣男的算盘打得真响亮，真不知道他给我下了什么蛊。我瞎了眼看上他，一想到马上就要恢复自由身，我喜不自胜。好的，明天我们就去离婚。1个月后，我拿着崭新的离婚证，即将奔赴异国他乡。芷柔，别太想念我，记得别忘了把每个月工资打给我哦。陆云洲在机场不忘提醒我还钱，我迫不及待地挥挥手，转身拉着行李走人。再见吧，狗男人。发工资的那天，他一早就给我打电话，我刻意拖到晚上，用国外银行卡给他转账，并将截图发给他。第2天一早，我撤回了转账申请。陆云洲见银行卡没有余额，他慌了，火急火燎联系我：芷柔，你确定转给我钱了吗？怎么我卡里没有钱？我故作惊讶，那怎么办？我给你看过截图，确实是转账了呀。你等我一会。我挂断电话，嗑了半个小时瓜子，才慢悠悠回复他：云洲，我报警了，警察说在调查，我的银行卡可能被黑客袭击了。他在电话那头炸了，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转账不是及时到账的吗？他并不知道，国外可以预约转账，还能够在24小时之内撤回申请。我猛掐了一把大腿，哭唧唧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的银行卡被锁定了，限制了转账和支出。我再想想办法吧。陆云洲嘴里念叨着：完了，完了。闺蜜之前告诉我，这几天债主已经找上门，催她还钱。这一次她没有那么好运。那天之后，她总算变聪明了一点，慢慢怀疑到我头上。她从最初的试探，到最后的辱骂和威胁，我就一个对应方式，不理会。没有渣男的破，我变得美丽自信起来，收获了一波男同事的好感。我很快结交了新男友，在朋友圈公开了情侣照。原来正常的男女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、相互欣赏的基础之上的。之前我被陆云洲蛊惑，竟相信了他所谓的爱就是不求回报的付出。闺蜜庆祝我找到新男友的同时，告诉我陆云洲娶了徐倩倩，据说婚宴声势浩大，砸了不少钱。我笑笑不说话。陆云洲很快又通过邮箱联系上我：张芷柔，你骗得我好惨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我警告你，你必须还我40万，
否则我去国外找你，你自己看着办。”真是好笑，他已经登上老赖名单，被限制出境了，又怎么找我？我把他拉进黑名单，世界总算清静了。5年后，我作为公司副总，回到国内接手新业务。我的未婚夫是全国最大安保机构的总经理，我出入公司都有保镖暗中保护。即使这样，陆云洲竟然混进了食堂，当起了洗碗工。他在食堂门口堵住我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张芷柔，如果你不想让人知道你的前夫是洗碗工，你就按照我要求办，丢人的又不是我，我怕什么？”我蓦然掠过他身边，突然他扑通跪下，声泪俱下求我：“求求你还我钱吧！”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同事纷纷看向我，我扯着嘴角对他笑着说：“可以呀，你先离婚，只要你离婚，我就和你复婚。”陆云洲眼睛亮了，不可置信：“真的吗？做梦吧！他能轻易离婚算我输。”我径直离开食堂，顺便更换了食堂承包商。陆云洲如我预料那般，他并没有离婚，他杀了人。那天他离开食堂后，回家对徐倩倩提出离婚，她不答应。那时候她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。徐倩倩说，她是真心想和他好好过日子。陆云洲不依不饶，沉迷在我编织的美梦里，坚决要离婚。徐父一怒之下，撕碎了2人的结婚证和徐倩倩的户口簿，并指着陆云洲大骂他吃软饭、啃老丈人。陆云洲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我就爱吃软饭，不要嚼，直接下咽。也不是人人都有吃软饭的资本，这是得看脸。徐父大发雷霆，和陆云洲扭打了起来。关键时刻，徐父口无遮拦，大骂一句：“你这辈子不仅爱吃软饭，还爱戴绿帽子。”陆云洲警铃大作，在他逼问下，徐倩倩承认了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她的。徐倩倩撕心裂肺地哭喊：“陆云洲，你瞒着我们欠下巨额外债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你1个月赚不到5000块，我只能出去找金主。你找前妻，我找金主。你有什么资格生气？你以为我不想离婚吗？可是我得给孩子一个爸爸，金主的孩子不能是黑户，离婚也可以，100万买断。”陆云洲气炸了，他万万没想到徐倩倩和他结婚只是为了更方便当人家的小三。陆云洲破防了，他失去理智，拿起刀捅了徐倩倩的爸爸。徐父倒在血泊里，再也爬不起来。我在婚之前去监狱探望陆云洲，顺便给他带了一份礼物。我把 Hello Kitty 玩偶带给他，淡淡一笑：“陆云洲，因为这个玩偶，你欠我30万，现在我还你了一个更大的，怎么也值40万了吧？还有一个消息告诉你，我要结婚了，要复婚的话，等下辈子吧。”陆云洲气得牙痒，他眼眶猩红，低吼道：“我要钱，不要玩偶，这个破玩意能有屁用？”原来他也知道玩偶没用，却为了讨心上人的欢心，花掉了我全部的积蓄。我拿起玩偶，狠狠砸在地上。他想伸手去抢，可惜带着银手镯，玩偶碎了一地。陆云洲懊悔地大声咆哮：“这都是钱啊！”我拍拍脏手，挽着未婚夫的胳膊，走出了牢笼。哪个陶瓷玩偶这么值钱？40万！我笑了笑，淡淡说道：“义乌货，200块包邮。这一次，我要把自己用爱重新养一遍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